對可以轉生的星球之200年後的地球。大約200到300年後，地球將進入1級文明。那時候的人類文明能夠調用整個行星尺度的能量。你抬頭看見的是近地軌道上延展開來的空間站與軌道港。你回頭會發現整顆地球早已被文明的能源網絡徹底點亮。城市不再靠燃燒維持繁華，海洋變成藍色電池，月球成為人類的前哨基地。而人類第一次不再只是索取這顆星球，而是開始真正調度它、理解它、接通它。目前，人類文明的等級大約只在 0.73 級左右，想要達到1級文明，可能還需要200到300年，時間大致落在2300年到2400年附近。但你有沒有想過，那個時候的地球會是什麼樣子呢？1級文明的第一張名片是環繞地球的軌道空間站。在1級文明時代，地球外層空間不會再只是零星幾個空間站和衛星，環繞地球的軌道上會漂浮着真正意義上的軌道城市和軌道港口。從地面看，你會在夜空中看到一道道緩慢移動的巨大軌道站群，有的負責人員轉運，有的負責太空制造，有的負責能量接收與中繼。人類文明有了真正屬於自己的太空碼頭，停靠着往返月球、火星和近地小行星的飛船。到了那個時候，進入太空不再是一件豪賭式的事，火箭不再只是一次性把人扔出去，人類會先到達近地軌道，在那裡補給、換乘、維修、裝載，然後再繼續飛向更遠的地方。那時候的地球會第一次出現一個真正意義上的軌道層社會。而1級文明之所以成立，恰恰是因為這個物種終於不再被地表死死束縛。我們開始在整顆行星周圍搭出屬於文明自己的骨架。1級文明的城市不會再是吞噬資源的怪獸，那時候的城市更像一座會自我循環的生命體。你站在高空往下看，看到的不再是水泥和鋼鐵把地表切成一塊塊僵硬格子，而是大片會發光的垂直森林，嵌在建築立面中的發電層，以及分布在每一個城區中的儲能單元。那時候的一座城市不是在和自然搶地盤，它本身就是地球系統中的一個節点。1級文明的海洋不再只是邊界，而是巨大的藍色電池。在1級文明時代，海洋不會再只是自然背景，它会成為文明的动力層。潮汐會被穩定提取，洋流被精確建模，近海與深海分布着成片的浮動能源設施，整個海洋都會變成這顆星球最巨大的藍色電池。1級文明的月球會成為地球的前哨站，那時的月球表面會出現成片的人類設施，月球基地。大型的貨運車會沿着固定路線在基地和礦區之間穿梭，自動化運輸艙會在真空軌道中高速滑行，把開採出來的材料送往處理中心。月軌上的空間港則像一座懸在月球上空的碼頭，不停有飛船進出。從地球飛來的載人飛船在這裡減速、對接、換乘。飛往火星和更遠深空的貨運飛船則在這裡裝滿燃料，再繼續出發。這就是月球最關鍵的戰略意義，它會成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地球文明外港。但對於現在的人類文明來說，最值得思考的問題，也許並不是我們還要多久才能成為1級文明，而是我們有沒有能力活着走到那一天。因為1級文明從來不只是未來多輝煌，它也意味着在那之前，這個文明已經成功穿過了無數會讓它中途熄滅的黑暗。所以從宇宙的角度看，1級文明也許不是文明升級，它更像是一次幸存，一次從混亂走向穩定，從自毀邊緣走向行星尺度成熟的幸存。